女司機一個人自駕澳洲第3、第4天，在澳洲讓我驚喜的，除了漂亮的海岸線，就是北半球很難得一見的野生小動物，袋鼠、考拉、各種鳥、海豹隨處可見。當地人動物保護意識也非常強。原來這就是人和自然和諧共處的畫面。大家早上好，昨天晚上呢我就睡在這裡的，哈哈，明顯啊後排要比前排要舒服很多，腿能打直。現在是早上7點，也是驻車在一個海邊，這裡有特別多的停車位，上面還有4間廁所。走，跟我一起上廁所去。我現在正在澳洲自駕，打算從悉尼自駕到墨爾本的大洋路。今天是自駕的第3天，我现在驻車在一個澳洲的海邊公園。這次來就不得不感嘆，他們這的設施真的挺好的，在海邊公園還有這麼多娛樂設施，這就可以做飯。昨天晚上我也在一個類似這樣的爐子做飯的。這些爐子嘛，每個人用完他都會打掃一下。很多人肯定會問，那吃飯睡覺問題解決了，那你洗澡洗衣服咋辦呢？今天就帶大家去一下洗澡洗衣服的店。好久沒玩秋千了，來玩一會兒秋千。哇，最關鍵的是這所有的一切通通免費。只要是出了主城區，很多停車場都是免費的。他們這的沙灘啊，有些是對狗狗友好的，有些是不准狗狗入內的。這個就是可以讓狗狗進去的。哇，這沙灘挺白的。哇，小狗狗。哦，哈哈哈。哇，這狗狗可開心了。這個是狗狗大聚會嘛？沒錯，現在就是7點，早上的7點。一大早啊，就有好多人在游泳。他們這的海灘啊，還有這種讓人放東西的地方，這樣子的，你的衣服啊、浴巾啊，就不會都是沙子。現在吃個早餐，洗個臉，咱們就出發。窩的小窩，我感覺還可以的哇。早餐呢，咱們就簡單吃一點。寫一個番茄，一杯牛奶，一個麵包。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我都會給車子留一條小縫兒。導航已就位，嘿嘿，出發！全世界最白沙灘。哇，前面好漂亮的蘭花楹。我現在呢已經換上了短褲。澳大利亞這個天氣啊，白天穿短褲，晚上呢可以穿羽絨服。全世界最白沙灘，我到底看一下你有多白，而且還上了吉尼斯世界紀錄。接下來的2天啊，我們將探索澳大利亞奇奇怪怪的動物們。澳大利亞身處在南半球嘛，它有很多自己獨特的生物。而且這個生物的數量呢還很多，像袋鼠啊、考拉啊、海獅啊，真的就是在路邊就能隨便看到。我們這2天發掘一下，看路邊到底能不能看到這些小動物。全世界最白沙灘，白嗎？沙灘的粉質倒是不錯的，麵粉沙灘。很多人把鞋子丟這兒，我們也丟這兒吧。打卡全世界最白沙灘。哇，這乍眼看過去確實好白啊，跟麵粉一樣。它這種白色呢，都白得花灰了。不知道鏡頭裡面怎麼樣，肉眼所見真的很白啊，是我見過最白的。它這個白啊是怎麼定義的？有沒有知道的朋友？就像好像怎麼會有一個五彩斑斕的黑，有一個最白的白。哇，這水好冰啊！因為現在是大早上嘛，這個海的溫度還沒有上來，特別冰。刺骨的冰涼。這海水也挺透的，就是浪有點大。沙灘要是一白啊，海水就特別好看，會呈現出各種不同程度的藍色。聽說有時候會在這個沙灘上面看到鰩魚、魔鬼魚等等，
但是我今天没看到啊。如果你们过来了看到了，可以给我汇報一下。嘿嘿，我找到了一家洗衣店。当当，它这个价格有点贵啊，14公斤是10刀，21分钟。然后干燥的价格呢是7分钟2刀，再增加4分钟的是1刀。然后这边有提供一些免费的电源插座、免费的 WiFi， 环境还是挺好的，有免费的洗衣液。我是怎么找到这个洗衣店的呢？就很简单，直接在地图上面搜 laundry， 是英文的洗衣店。但是普遍这种洗衣机啊，都洗10来公斤的。但是如果你自驾游的路上，你不得不洗衣服啊，没办法。10刀21分钟，依舊是用信用卡支付。不，撞起来了。希望能洗得干净一些。衣服洗好啦，总共花費15刀，把所有的東西都洗了一遍。這個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小鎮，非常小的一個小鎮，但是非常的舒服，樹也都乾乾淨淨的，還有花。我最喜歡的就是小鎮。隨便找了一家評分比較高的，日子不過了，咱要優雅一把。這杯橙汁被我喝掉一半，4.5刀，這麼小一杯，跟超市裡面賣的橙汁一樣，它不是鮮榨的。我點的這個呢是炸魚薯條，澳洲名菜。我現在不懂啊，為什麼炸魚薯條會是一道名菜？薯條很普通，炸魚也很普通。這個澳洲名菜24.5刀，咱們來吃吃看，要優雅。炸的確實還挺好的，外面非常的酥脆，然後裡面是鮮嫩的。我現在去超市裡面買食材，只能買當天的，因為很容易壞。咱現在沒有冰箱，那個保溫袋不靠譜。回到車裡了，吃得非常飽，但是心也非常痛，折合人民幣要170多塊錢。晚上的6點半，來到了一個叫 Mill Bay 的地方。在澳大利亞旅行啊，就是不停的有 bay， 不停的有 beach。我們來尋找鰻魚跟海豹。今天晚上我打算註冊在這個小鎮，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的話，明天還可以繼續找。因為現在時間比較晚了嘛，可能比較冷吧。那前面有人叫喚。No one's gonna believe this is gonna keep like kind of。是刺猬啊！是刺猬。哦，好可愛哦。肥肥的，圓圓的。這裡還是可以釣魚的，而且他們還放了這個裝置，可以放魚竿，所以鰩魚也是可以用來釣的嗎？離開了大城市，到處都是好山好水好風光。在澳大利亞釣魚啊，除了它的大小會限制以外，另外啊，如果你想要捕捉一些漁獲的話，你還得有漁證。我了解了一下，漁證好像也挺便宜的，要去這個網站申請，然後是7刀管3天。剛才見高人指點，說走一圈會有驚喜，我倒要看看。安塔爾在哪裡呢？我覺得澳大利亞幾乎是把所有的空地全部做成公園，全部鋪了草坪。還有一個洗澡的小妙招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這裡不是遍布着很多房車營地嘛？房車營地你可以不用把車開進去，你可以停在它旁邊一點的地方，然後人走過去，然後它會有一些公共的洗澡間，你就可以利用起來了。我是不是特別的聰明啊？這裡就有一片房車營地，再看一下這裡，看到這個沒有 ？shower。我發現了洗衣房，這裡的洗衣服才5刀，今天虧了，乾衣5刀。可以開房車過來，你也可以開一輛車帶着帳篷過來，那邊有帳篷營位。
趕緊的來採購點東西。到了物资，香蕉看着不错，少来點吧，來3根。水果可以放久一点，买一個桃子吃。9刀的牛排又買到了，再來一瓶奶，奶便宜2.9刀。你們知道我是怎麼找注册地的吗？是用這個軟件 Wiki Camps Australia， 然後點進去呢，你們就可以看到一些評分，還有一些評論。然後這裡呢是這裡面有的一些設施啊，廁所啊，什麼燒烤爐子啊，桌子椅子啊。這個軟件也可以去發現一些可以洗澡的地方。我發現了一個可以洗澡的地方，就在這兒，3刀一次。新的一天又開始了，現在我正在自駕澳大利亞的路上。我定到的位置是在納魯馬這個小鎮，這裡有非常多海豹。昨天晚上我倒頭就睡了，今天早上起來把牛排給煎了，不然得壞了。這次是正好煎5成熟，這種程度是最好的，中間是粉的，没有流血水，這種程度是最好吃的。今天的硬核早餐：牛排、桃子、香蕉。没風就是好，沒風我就可以成功的把牛排煎好了。在這個美景下面吃的早餐，真愜意。所以來科普一下，澳大利亞的桃子都沒有毛的嗎？是被洗過了，還是本來就沒有毛？真好吃。出發去看海豹嘍！現在到了一個觀海豹的一個點，一個叫澳大利亞石頭的一個地方。你們導航 Australia Road， 然後這個地方，你們看這塊石頭又叫做澳大利亞石，它長的形狀啊就特別像澳大利亞的國土，所以現在特別有名，叫做澳大利亞石。澳大利亞国土面積特別大，我們現在自駕的這個路段呢，只自駕了澳大利亞的東南部這一塊，它的整個國土面積呢是700多萬平方公里，而人口呢只有2000多萬，跟咱們的上海市差不多。这片海灣哦，真的是太美了。看，這是他們的房子。哇哦，土澳人民真幸福，到處都是這樣的美景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哦，還在水裡游泳呢。澳大利亞真的是到處都是這種野生動物。可能在水裡找東西吃。這裡有2隻趴在這邊曬太陽。原來它的身體不是光溜溜的，它是毛茸茸的。原來这裡有好多隻。這些海豹就跟澳大利亞人一樣悠閒，不是游泳就是曬太陽。澳大利亞真的是充分詮釋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。朋友们，我刚刚在這邊洗了一個熱水澡。這裡是納魯馬小鎮的一個游泳池，叫 Naluma Swimming Center。在這個路上有很多公共廁所，它是可以洗澡的，但是一般來講呢，只有冷水。這裡有熱水，洗一次澡呢是3刀。關於洗澡這個問題啊，我們不妨把思路打開。沒有一個地方會專門開一個洗浴中心，像國外不可能會有洗浴中心。但是呢，像很多地方有提供洗澡的服務。那比如說健身房、游泳池，還有房車營地等等一些地方，它其實是有提供洗澡服務的。我剛剛就是找到這個地方游泳池，然後我進去問了一下，洗澡費用是3刀。來到了納魯馬的一家生蠔農場，今天來吃一下生蠔，是這一家在納魯馬非常出名的。然後給你們看看這裡的環境，漂亮吧？澳大利亞真的不缺鳥，鳥口比人口還多。哎，你怎麼看我了？哎，你看我幹嘛？在說你呢。菜單，
我剛才就想坐這兒，這的風景特別好，2號座，面对着湖景。這生蚝一打，天然的是48，然後这個是加了各種醬汁。我刚刚點了半打生蚝和一份蝦，你們知道我花多少錢嗎？61澳元。我算了一下，人民幣的280。中國有句老話叫“來都來了”，既然都來到這個地方了，就吃一下他們這邊的特色吧。第一個粉絲先吃，巨鮮甜。我想我這輩子會記得這家店的生蚝，因為它巨貴，還小，但是非常好吃。我點的大蝦來了，這一份是32刀。他給準備了一盆水，這麼有點像印度尼西亞，洗洗手，要有儀式感。雖然貴，但是還是挺大只的啊。好新鮮。这又是一个小镇啊！澳大利亚的小镇真的是感觉都不错，就是关门的有点早，基本上下午2、3点鐘就關門了。我現在進入了一個地方，他說會有袋鼠出沒，所以只有限速50。袋鼠寶寶，袋鼠寶寶，你快出來！在澳大利亞的路上，不愁看不到袋鼠。如果沒看到袋鼠，相當於彩票中獎。油已經快用的差不多了，現在我們要去加油。那個無鉛汽油，第一個就是91的，相當於我們國內是92，179.9，這個是分啊。然後95的呢是195.9，算下來大概91的是8塊多，92的是9塊多。我這怎麼加油啊？95的是藍標是這個，我得自己加嗎？沒有人嗎？我還是第一次自己加油，這樣嗎？然後把油槍放回去，一共加了44.61刀，鎖好油箱，然後我們去裡面付款，應該是這樣子的吧。Then number 2, thank you。加了44.61刀，續航續到598，剛才是200多。就自己加油，加完油之後呢，進去給他報一個就是油槍號就可以了。剛才我去加油站買了一杯咖啡，4刀。他們這個加油站還挺好的，都有咖啡賣，而且很好喝哦。剛剛我真的看到袋鼠了，可是沒辦法停車。哎呀，我只能看着它跳到樹林裡面去了。為什麼來這呢？這又是一個非常好看的海邊游泳池，我又沒有時間去游。然後呢，現在的溫度還比較低，我估摸了一下，可能這一路都沒有辦法去游海邊游泳池了。原先想的這次的清單裡面一定要有一個，就是在海邊游泳池游泳。現在的溫度是20度，而且是有風，有點冷。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風景。現在溫度有夠低的，好冷啊！哇，這些老外，他們還在游泳。這個地方叫了 Blue Pool， 也是一個游泳池，
真的，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泳池好多，他們好喜歡游泳。哇塞，好冷啊！感覺來自四面八方的海浪在這裡攪和。哇，這個游泳池今天沒人游泳，太冷了。然後這裡呢，又發現一個房車營地，他們的房車營地真的好多哦，而且建的設施都好好哦。到了一個叫伊登的小鎮，這個小鎮很有名哦。來伊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超市，每天都要拜訪一下超市，因為我沒有冰箱啊。看到一個特價三明治哦，1.54刀，原價是7刀的。拿下！超市有的時候會做這種打折，打折的力度還是挺高的。這真的是長安的荔枝啊！你們知道荔枝在這邊有賣多貴嗎？24刀1公斤，哇塞，一斤要50塊錢，哇，好貴呀！不敢吃。不是吧？一升的牛奶才1.65刀。但是我昨天買的牛奶還沒有喝完，買了一塊三明治、吐司和一袋越南粉。哇塞，朋友們，伊登這個車位好難找啊！我剛才搜索了3、4個都不行，甚至還有一個，跑到人家墓地裡面去了，然後趕緊出來又找了另外一個，終於被我找到一個在伊登的一個停車位。這第3、第4天哦，看到越來越多小動物。除了鳥，還有袋鼠，當然了，袋鼠沒有拍到，因為就在路邊。還有一個袋鼠島我沒有去，因為時間關係。今天還看到了海豹。我真的覺得澳大利亞這個地方是人和自然非常和諧相處、非常融洽的地方。那袋鼠呢，更是被端上了澳大利亞餐桌，但是袋鼠還是這麼多，就袋鼠泛濫的一個地方。我想可能袋鼠肉不太好吃吧。同樣是國宝，咱們的大熊貓被供起来，他們的袋鼠上了餐桌。那個地方比我前面幾個小鎮都要安靜，就是才9點多嘛，就是整個小鎮連路燈都沒有。明天我要好好看啊，到底是什麼樣神奇的小鎮。好了，現在呢，第3、第4天的行程就分享到這了。我正在環球旅行第19國澳大利亞，歡迎你持續觀看我的環球旅行紀錄片。今天晚上沒有牛排，就吃這個三明治